今日的话题是：如果把牛顿关在有电脑的房间里会怎样？话题畅聊室精选了3位网友的评论，荧幕前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先来看看题主的描述。题主称，如果把牛顿关在一个有电脑的房间里，他多久能发现如何上网、冲浪、打游戏？全英文界面，桌面是经典草原壁纸，有一个我的电脑回收站。浏览器快捷方式，主页是有各大国际网站图标链接的空白页和充了很多钱的游戏平台。下面网友一表示，多半学会了也不会打游戏，而是学会开机，学会使用鼠标，学会打开浏览器，搜索微积分，发现人们都在用莱布尼兹符号，最后当场又给气回棺材。下面网友回道，他只会看到数学书气死，看到力学书又活了过来，随后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快去请薛定谔佛祖！好家伙，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就连吐起槽来都这么有深度。下面网友2表示道：牛爵爷30分钟学会了上网，30分钟找到了 A 股交易平台。随后说道：“这个曲线看着有趣，不过不难，只需要我用某某方法拟合一下，尽在我掌握之中。”1星期后，牛爵爷因为欠下高额网贷，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最后感叹道：“我能预测天体的运行，但我预测不了人类的疯狂。”上面2位网友可谓是脑洞大开，想象力不见得比牛顿差多少。不过比起下面这位，还是略逊一筹。网友3表示：5分钟学会开机，10分钟试验性点击图标，反复强制关机清理画面，20分钟学会点叉关闭窗口，不再强制关机，23分钟打开浏览器，点击广告和网址推荐，兴致盎然地浏览各色信息，应接不暇，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奇异，窗口舍不得关闭，30分钟为网络上色情信息随处可见而恼怒，随即点击浏览，搜寻批判的依据，同时口里叨念完导词，以正视听。看了几个后，感到太过粗俗，毫无美感，完全 get 不到服装所代表的社会身份，没有温和的试探，也没有对这样一种本应具备神圣私密性质的仪式在他人围观下进行的原因的解释。对人物特点长时间聚焦特写，让他想起在英国乡下随处可见的家畜。但是即便理智和教义都告诉他，眼前的这一切是丑恶的，违背伦理的，没有益处的东西，他还是看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脑髓凝固了，一时间竟手足无措，只得仰过脸去，捂住耳朵祷告，心中天人交战。很快他清醒过来，违背教律的道德羞耻，终究还是战胜了动物的欲望冲动。牛顿啊牛顿，天主赐给你揭示他所建立世界的全部秘密的神圣才能，是要你做他最恭顺、最智慧、最可立为世人榜样的儿子的。难道是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吗？你竟连这种试探也遭受不了吗？随即关闭所有不良页面，继续随意点击，只看其他信息。1小时30分钟，因同时加载数千个网页窗口，浏览器崩溃，重启浏览器，发现主页搜索框可以打字，并出现相关搜索，点击后出现搜索结果。几次尝试后，理解了搜索框的意思。1小时31分钟，搜索自己的名字，点进百科，放大自己的油画像，细细观察，沉醉于自己的盛世美颜。1小时32分钟，对百科里的评价感到满意，又浏览了几个生平事迹介绍，发现其中的许多错误，但不知道怎么反馈，一通连滚键盘，疯狂连点操作无果后放弃。1小时35分钟，读到苹果落地的故事，为他依靠才华、专注、实验、沉思、计算以及神赐的灵感才得以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被归于他偶然间跟房东聊天气时开玩笑说苹果熟透了没人摘，把他头砸了的事情启发而一阵苦笑。1小时37分钟，搜索 hook， 发现没有画像留下，百科介绍和生平成就都比他短得多，高兴的直拍大腿。2小时30分钟，把同时代的科学家、数学家、
神学家、仇人、论敌，看不惯又说不出毛病的年轻一代的名字都搜了个遍，发现不是籍籍无名，就是远比不上他获得的荣誉与成就，笑得合不拢嘴。2小时35分钟，从狂喜中恢复过来，想到莱布尼茨和他平分了微积分的发明权，并且现代的人一点也不为他完美人生的这个污点鸣不平，气得狂砸一通键盘，大骂现代人是一群不信上帝的蠢驴。2小时38分钟，电进中国区，发现问题。假如牛顿来到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发现数百个回答都一口一个牛爵爷，反讽揭露他唯我独尊的学阀作风。虽说爵爷这个称呼他很受用，但还是气愤不过，用浏览器自带的35小号写了回答，为自己证明，但因为机器翻译回答过于严肃，长篇大论，用词过时而无人问津。3小时50分钟，一直浏览中国区的牛顿相关问题，在每一个夸赞他世俗学术双丰收、手腕智商皆极优的回答下表达赞同，在每一个拿他炒股亏损10年收入和晚年皈依上帝说是来证明他没有真正的智慧的回答和评论下怒喷，同时跟20-30个网友互骂。4小时5分钟，因不懂得友善度规定，口无遮拦的高强度嘴臭，被管理员禁言1天。面对一大堆消息提醒里的阴阳怪气和还说自己就是牛顿，你配吗？之类的评论无法反击而气笑了，怒砸电脑。实验结束。好家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分析啊！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网友。荧幕前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这里是话题畅聊室，我们下个话题再见。